好，中美的第三轮谈判即将要登场了。来看一下这个消息哦。贝森特讲到了，他在下周1、2的时候会去到斯德哥尔摩跟中方的官员会面，很可能会在会中谈妥一项延长方案呢。因为大家知道说这个他们本来停战协议啊是到8月多嘛，有没有可能再继续延长呢？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瑞典的总理啊，他也证实这项消息，就是第三轮谈判会是在斯德哥尔摩举行。那这也是继日内瓦跟伦敦之后的中美第三轮谈判。那这一回他们提到了，其实呢，这个央视也有相关的报道。大陆也算是释放了一个善意就暂停了杜邦反垄断调查，因为大陆市场的监工总局宣布暂停对于美国知名化工杜邦中国的反垄断调查程序，这也被视为是中国大陆释放在谈判前的一个友善的善意讯号。那再来看到了菲律宾倒是不是要哭了？因为今天最新消息是说，美菲达成协议是要科19%的关税。小马可是谈了半天，结果比起4月2号的关税还增加了2%，就怎么会这样子呢？人家讲说亲美亲个半天，照样被调升啊！哎呀，这个菲律宾示范了一次，台湾也要作为一个借鉴那目前最新达成的税率比起4月2号的解放日宣布的17%还要增加了一些，但是比起川普本月份稍早威胁要课征的20%，略低了1%，所以这个到底是算赢还是输呢？看起来好像就是你很亲美，但是也没有换得怎么样很大的这种就是10%或者是什么的，而且你还付出很高的代价。来看一下川普的 po 文说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访问，因为小马可是赶紧去到了美国，在这个关税生效之前去了华府一趟，然后双方见了面。他说他们已经完成了贸易协议的磋商，根据这个协议呢，菲律宾将要对美国全面开放市场，实施零关税政策。哇，这个美国赢麻了，但是小马可是得到了什么呢？他说接下来会深化美菲的国防经贸的合作。可是你就等于说门户大开，让美国产品全面可以进来，但是美国对你还提升了2个百分点的关税那川普还提到了说这个小马可是一个最强的伙伴那意在言外的讲说菲国虽然曾经亲中但是很快的会回到我们的身边那可能在不久的将来他会访问中国大陆。去年我11月当选之后，菲律宾已经跟北京保持了距离，菲律宾当时已经倾向中国，但是很快我们就扭转了这种倾向。但是我们是不太知道小马可是给我们印象，除了一开始的时候曾经到中国大陆访问，后来都一直倾向是美国怎么会又倾向中国又回到了他身边所以搞不懂他在说啥。但反正他就是说因为菲律宾曾经好像对他背叛了一下，所以因此就不能给他们降太多关税，可能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吧。那再来看到了日本、韩国跟东南亚，现在目前亚洲的关税，日本是不是也贵了呢？因为他现在日本打算要向美国投资高达5500亿的这样的一个投资金额那美国将会从这个合作当中获取高达90%的利润，但是呢，日本的关税现在目前是从25%可能可以调到15%，但是呢，像是这个汽车稻米是不是全面的退让呢？再来还有韩国也考虑要做出痛苦的让步了，所以亚洲是不是看起来全盘的都要门户洞开啦？他避免川普高额的关税，因为他也是被喊出是25%嘛，所以可能在农业、工业或是防卫支出，就是美军驻韩国是不是他们要提高这些支付额来避免川普给予高额关税。那东南亚的话，印尼对于取消对美关税还有非关税壁垒看起来也是美国的汽车业获得了重大的胜利印度则是在这个农产品和乳制品的关税削减额跟美国一直是这个僵持不下的局面。那马来西亚的话则是跟这个川普对于这个实施对等关税的税率，从8号的时候25%谈到了20%但是对于电动车的税务优惠，现在还是呈现僵局是在这个电动车这边画了红线，是不让的情况。但是这个恐怕看起来，目前亚洲好像跟美国谈下来的都没有太多赢面。我们来问一下季老师怎么看？其
其实菲律宾事实上可以跟美国谈一个很好的一个贸易协议，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菲律宾只赚了美国50亿美金去年，而它整个贸易额也不过才450亿，所以是一个很小的量。而且呢，菲律宾过去在一段时间在南海上配合美国，可以说拼了老命的配合。现在是一面倒向美国。对，不惜牺牲跟中国大陆的所有关系，完全倒向美国，是美国的印太战略里面第一号打手。不晓得是第一号还是第2号那反正有人跟他竞争，这最卖力的。对，那搞得他自己在其中选举大败。现在在菲律宾的情况，事实上。也蛮尴尬的，还有3年不知道怎么做下去。那问题就变成就是说，那为什么本来美国还给只要17%，小马可是一去以后变成19%，这个是很奇怪的。那你要跟越南比的话，那完全无法比啊。越南去年赚了美国1200亿啊，对，跟美国的贸易一共达到多少？一共达到1500亿。所以这个菲律宾怎么会谈出这个结果？真的百思不得其解。后来我就觉得，就是说，其实菲律宾跟美国谈判可以硬，可是小马可是硬不起来，太软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外界传说他自己家族的财产有100亿左右美金是放在美国的所以他这100亿美金对他个人讲非常重要。这种就跟你儿子住在美国，对不对？在美国这些讨饭，这个就不是啦，在美国为生，对不对？那你去代表跟美国谈判，你硬得起来吗？同样的道理嘛，所以就变成一去了以后，本来17%，他本人去以后再加2%，那发觉你个人的资产那么丰厚，这好好敲你一笔。不拿捏你拿捏谁？讲到川普说，我给你降1%，20变19了，你不要说是增加2%，我给你降1%了。所以这个菲律宾事实上的话，我觉得国家可以硬，可是小马可是派人错了就是最后反而被加码。那而且菲律宾很奇怪嘞，这个美国这么强一个国家，美国东西卖到菲律宾都不要税，菲律宾这么弱的国家卖到美国还要19%，这不是很奇怪吗？我觉得这个就是说，这个摆明了被美国霸凌。对啊，你天天讲哇，菲律宾要什么主权要尊严，你到了美国被美国这样子欺负霸凌，你就有尊严吗？请问有尊严跟有主权吗？还要坐在那边跟这个好像这个听这个川普在白宫那边这个说教，那个场面非常尴尬。我看了，他前面让他讲了大概3分钟吧，川普讲开场白以后，记者开始问问题以后，就跟菲律宾都无关了，全部不是讨论美国跟中国大陆的问题，就是讨论美国现在国内的问题。那美国现在不是什么罗利岛一大堆这些事情闹得很凶吗？都在讨论那些问题，可见菲律宾根本在美国人的这些媒体的眼光一点分量都没有。就是美国一个小弟，那因为去了交了19%的税，然后又把整个市场对美国开放，等于说跪到地上趴在那边了，所以他才能够换到坐在白宫那边跟川普坐在那边开记者会5分钟。所以我觉得这些国家要有尊严，你就要对所有国家去寻求尊严，不能跟别的国家讲主权讲尊严，到了美国既没主权也没尊严，就是菲律宾。对，现在全亚洲看起来好像只有中国大陆是对于美国来说的话，这个奉陪到底但是其他看到了菲律宾就想到台湾，现在恐怕也不是很妙我们来问盛峰哥。青鸟有点不同意你的话抱歉，青鸟绝对不同意，因为他35，他对黄仁勋，你看他多厉害，这对黄仁勋讲无聊的话，然后呢，黄仁勋根本就是对他的讲话是无动于衷。为什么？因为以黄仁勋的条件，你去羞辱他，你能干什么？为什么我一开始忽然又把上一段那个拿出来看？不是跟今天所有的像这些菲律宾这些国家一样，以为逢福将至结果是大难临头。你要去跟美国掰手腕，那就要看看你有什么本事。要有本事就那个三娘人爱讲三斤话，不能三娘人不三两人讲三两话，不要三两人讲3斤话。菲律宾就是标准的例子。我们请各位看，从美国搞到解放日到现在，已经快4个月的时间了。在这4个月里面，只有中国大陆是美国追着他世界跑，追着他去瑞士，对吧？
追着他去伦敦，现在要追着去哪里？去斯德哥尔摩，对，追着跑。那其他人通通都要到哪里来？都要到华盛顿来。这代表了什么事情？这代表了国力。所以这个时候，你想想看，你菲律宾要做一个被中国尊敬的菲律宾，或者你要做一个被美国看不起的小弟，你自己做一个选择。你从这里看得很清楚嘛。你今天跟着美国跑的结果，你还是要跪嘛。但是我相信中国人不会让菲律宾、让东盟这些国家用这样的姿态来回应。我们再看看现在呢，所有的川普所带来的，不管是日本，不管是这个越南，不管是印尼，通通是美国单方面宣布的，从来不是双方共同宣布这个谈判的结果怎么样啊？其中有一点我一定要提出来的，美国常常讲我的汽车零关税可以到全世界各地，问题是你那个烂货没有人买嘛。美国的汽车之所以在全世界卖不出去的原因，不是因为关税耶。所以用过美国汽车的就知道，最大的特点是开的，有时候一买，我买过一部新车，一买的第一天开了门就坏了，新车然后呢，开的车子开久了有一个特点，这除了喇叭不响，全部都会响。然后呢，所有开车的人最讨厌的不是大东西坏，是小东西坏，就是等一下电动砖坏，等一下灯坏，反正气死了。所以那个车子，我一个朋友卖车的就讲一句话：卖了欧洲车出去啊，就安心的看着他很高兴的开走；开着美国车卖出去啊，我就等着什么时候他要回来找我。所以，请川普你要了解，不是你的美国车关税的问题，是你烂的问题。你烂，你不解决你的问题，你来逼迫全世界。所以我最后的结论：台湾呢，有恶霸去搞恶霸世界呢有一个恶霸在搞敲诈，那个搞恶霸的恶霸就是民进党搞恶霸的敲诈就是美国。好，来问舰长。刚刚盛峰老师讲到有关于美国车没人买的部分，其实我吓出一身冷汗。为什么？因为我们消费者没有这么笨可是美国会逼你买，那最后谁买呢？也就是政府会买单。那也就是我们看到政府机构在多年前买的那种超级大的那种福特的车子，那种车子为什么会买呢？那种就是现在我们讲到7人座的那些车子旅行车或者是保姆车那一种，为什么会买？就是当初美国祭出301法案的时候不得不买那现在我们的聪明的消费者当然说我不会买美国车，对，那就是政府来买那而且呢，现在台湾到底谈的怎么样我们看到我们那个行政院的副院长郑丽君又要再去美国，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讯号，告诉了我们其实不断的我们在上面加码，然后看看是不是能够得到一些优惠，但是不要想太多。我们看到越南、日本或者是菲律宾都已经告诉我们了，这一点可能都没有。最后呢，就是把我们这么多年来辛辛苦苦经营的结果双手奉送给这个川普那至于说我们讲到说这一个有关于韩国的部分，那其实这刚刚我们看到这个媒体有特别提到这个防卫支出的部分，大家要分清楚它是防卫支出。可是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其实韩国买了非常多的美国的关键零组件。我举个例子，也就是例如说精英的这一个 FA50 的这一个教练机或者是攻击机它所使用的发动机，它可没有讲说我要国机国造，没有，它的发动机用的是 GE 的那个 F404 的引擎，也就是跟FA18 大黄蜂是一模一样的。那它为什么卖的全世界呱呱叫，卖到印尼也买，卖到菲律宾也买，那现在甚至连欧洲的部分国家都想要买，因为他把这个最丰厚的一块肉让给美国，美国的这一些军工复合体会帮他推动。那我们台湾的 IDF 一直强调国机国造，你为什么半价都卖不掉？原因就在这里。所以
学学韩国人的聪明，然后看看菲律宾这一个当做南海代理人的下场。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州忙回来。中美俄三方啊，是不是有机会在9月份的时候碰面了呢？现在看到了这个俄罗斯方面呢，克宫已经证实了这个消息啊，说普丁会在9月份的时候访华4天。那他们就讲说，没有听说川普也要访华，但是也不排除会出现这些其他的问题啊，反正就是留了一个伏笔哦。佩斯科夫讲说，现在正在替普丁安排这样的一个访华行程当中。那普会见面吗？这个普丁跟川普会在北京来见面吗？其实你看哦，这个川普一直在做预告，说他不久之后要访华，这回又说了，我们再听一下。Me to China, and we'll probably be doing that in the not too distant future, a little bit out, but not too distant. And I've been invited by a lot of people, and we'll make those decisions pretty soon. 对，大家看到小马可斯就在旁边亮着啊，川普急着在回应要不要访华的问题哦。所以呢，在他心中，中国大陆才是更重要的。他说，习主席邀请我访华哦，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就会成型哦。所以现在大家就在看9月份有没有机会这个双普访华，然后三方。中美俄三方哦，有机会会谈吗？这个大家拭目以待。那再来看到了，倒是欧洲哦，抢在这个9月份之前，现在赶紧要到中国大陆这边来进行访问了。那北京方面呢，有讲说，这个中方愿与欧方共同努力，透过一次成功的会晤，对外发出中欧效力于共同维护多边主义还有开放合作的积极讯号。美国的媒体讲说啊，这个有点好像唱衰啊。这个彭博社又出来说，欧方对于呢这个强化这个访华行程寄望不高，现在倒是希望跟日方来加强贸易啊，就刻意要唱衰一下哦。那他还讲说，其实呢，他们这个日程哦，还被北京给缩短了，因为有一点摩擦，所以这个缩短了一半的日程哦，只剩下1天，凸显双方的关系未有和缓。那这是一个紧张的迹象，都是美国媒体急着在对外放话哦，是不是有一点美国酸葡萄的心态，还是要用一种舆论战的方式来影响这个中欧之间的会谈呢？那另外看看这个。专家就讲到说，因为这次欧盟2位主席将要访华，如果未来达成共识的话，其实是对于欧洲有利的，可以帮助欧洲去风险啊，不然你全部都是被美国给拿捏哦。随着8月1号这个期限就即将要到，如果欧洲还不赶快跟这个中国大陆有一些这样子达成共识的话，自己会面临到不少的外部压力。再来看到了这个川普昨天最这个让全世界瞩目的是，他又退群了，他又退出了这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哦，不是才刚回去嘛，结果现在又要走啦，所以教科文组织也是傻眼，然后说好吧，那就深表遗憾哦。但反正美国又再度抽腿啊，他说4大理由，说包含了这些审查官员哦。对于公平多元公平包容政策反美，还有亲巴勒斯坦以及反以色列亲中的偏颇立场，所以呢，他们因此才要退群哦。但是这个退群之外呢，美国其实都感觉好像有一些事情都是不是为着一个虚荣而做？比方说，他们现在喊出来的星际之门啊，他们想说要抗衡中国大陆，要深度求索 DeepSeek 这些这样的 AI 对手哦，所以他们要做一个星际之门的计划。主要的投资者就是软银嘛，还有之前的这个 OpenAI 嘛。但是呢，现在好像被评估起来，就说这个面临到内部摩擦以及财务的压力，恐怕不见得能够做得成哦。而且他也要这个教训马斯克嘛，就说我们要找其他的这个替代方案，比方说金琼来替代 SpaceX 作为替代品，但是后来被人家讲说好像也没那么容易啊，就是川普总是话说的好像比实际做的更多一些，不见得能够达得成。我们来问一下介老师怎么看？其实就是说9月3号中国大陆大阅兵川普会不会到场？这个我认为就是说有可能性，而且现在正在谈。这也是川普公开的，他说了，他就说他才不久将来要到北京去访问，因为
习近平主席邀请了他，所以关键就是他要不要去。那我想最好的时机对中国大陆来讲，当然是9月3号大阅兵。如果说那一天的时候，这个普丁也在，川普也在，那一起看中国大陆大阅兵的话，我觉得世界的格局就已经定了，就是将来没有什么 G7、G20，就是 G3，三个强国啊，就决定世界的这个秩序基本的走向。那像什么菲律宾啊，像什么日本啊，甚至连欧盟都已经被怎么样，都被边缘化掉了。那这是一个很重大的一个发展。那我认为现在就是说，可能三方的外交部门都在密切的在谈判当中，因为这个有很多细节，还有很多这些需要厘清的。那这个会影响整个世局的发展那俄罗斯最先是说，他说我们是要去的，那他是知道川普要去，他说我要去，可他现在又提出来说，是不是要跟川普会面呢？因为那个时间上有点尴尬，因为川普给了普丁50天，他7月14号说，我再给普丁50天，然后呢，如果普丁还继续打乌克兰的话，我就要对他进行这种最严重的这种经济制裁，而且对于这个要举行对很多跟他交易的国家要进行2级制裁。那这个时间正好9月3号还是9月4号到，那个时候正好如果在北京那次见面的话，那对川普来讲也是个考验。所以现在还有很多这些细节那我想可能三方都有意见正在谈，那不排除有可能性，那也不排除到最后可能因为一些细节或者大原则双方没有谈得拢，他会换别的时间去。不过川普从他的这个最近的谈话他是非常想去，而且他居然说中国大陆在这个有关这个毒品的这个管制方面还帮了美国大忙。所以川普的改口这个口风转换的非常的快了。那欧盟来讲的话，我觉得他现在面临的这个，现在日本已经跟美国之间的贸易的纠纷基本上有了一个答案了已经公布于世了。那现在欧盟就是说要不要接受15%的关税，然后对美国进行大量的投资，像日本模式。我想美国跟日本谈这个的就是放一个样子，放一个样板给欧盟看，放个样板给韩国看。那欧盟能不能接受，那就要看欧盟他们愿意受多大的屈辱因为事实上日本的经济规模就是4兆美金，美国是24到25，欧盟的经济规模大概是18到19兆，跟中国大陆大概是差不多，18到整体啦。那他现在是用个整体跟美国谈判，如果谈出来跟日本一样条件的话，你觉得欧洲人会觉得会有面子吗？欧洲人还会继续支持欧盟吗？所以这个对欧盟来讲，我觉得是一个蛮大的一个挑战的啦。那他如果要贵的话，那他也可以15%嘛，对。那如果不贵的话，那他如果再跟中国大陆的经贸关系搞不好的话，那他就两头落空了。所以我觉得欧盟的现在是两难看他们最后能不能发挥智慧，给他自己找到最好一个方案吧。好，来问顺峰哥。欧盟要有成熟而且精明的政治家，否则欧盟会在人类的历史里会从市级慢慢的被边缘化。很简单，欧盟这个欧盟很好，这个欧洲很好玩，这个经济是靠美国，那经济呢靠中国。能源呢靠俄罗斯，你不是这样吗？这下面他要怎么办呢？所以他必须要认清楚，当欧盟刚成立、欧元刚成立的时候，他跟美国的之间的 GDP 相差无几1.6、1.9相差无几可是20-30年后的今天，那很抱歉了，那差一截，很大一截，反而跟中国差不多所以欧盟现在摆在这里，大概是第2。那紧接着是第3，这个时候你2跟3联合起来，你才有能力来对1嘛。结果呢，这个欧盟不知道在想什么东西。这一次中欧，没有人认为会谈出好的结果出来，因为中国已经把它定掉，这叫战略沟通。什么叫战略沟通？叫还有很多事情要谈清楚了。这战略沟通结束了，为什么？因为欧盟在出发的前夕，还在对中国的企业进行制裁。那我想这个时候中国怎么样子也不会站在你这一边嘛，这是一个。
再过来，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件事，就是说93到底美国、俄罗斯跟中国3位领袖会不会在天南半出现？你觉得他们3个人出现只是为了看一场阅兵吗？啊，不会吧？那我忽然想起一个画面，3个人出现，包括您讲的50天的日期，你会觉得俄乌战争会不会这3个人在那一天决定呢？台海会不会那3个人在那一天决定呢？中东的加沙走廊也好，或者以色列中东的所有的问题的关系，会不会在那一天决定呢？不刚好涉及到的是美、俄、中3个国家的世界焦点吗？假如这里能够把它决定好了，那其他的问题大家再互相一个交换。川普梦想的那个梦想的那个和平奖啊，我说啊那个他想了大半天，口水都流了大半天，和平奖会不会这样完成呢？也就是说，80几年前的雅尔达密约是苏联、美国跟英国，现在英国回家了，现在是俄罗斯、美国跟中国，会不会另外一个新的雅尔达密约重建一个而后更新的秩序？然后川普很高兴要去拿那一个和平奖呢？我不知道，纯属本人猜测。但是你想想看，这3个人在一起，只是为了看一场阅兵吗？打死我都不信。3个人在一起，一定要解决3个国家现在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好，来问舰长。 3个国家的元首在一起要解决很重要的问题，可是川普他心中有更严重的问题，也就是川普本人啊，他其实最喜欢的就是众星拱月，他是那个月，他不是那个星。那他怎么会去当习近平旁边的星，或者是普丁旁边的星呢？他要成为那个月啊！所以其实他嘴巴讲得很满啊，就跟当初他要讲说，开一个双子星的一个双子座的峰会嘛，对不对？那其实最后我们也看到了，其实没成。那另外啊，我们讲到说有关于中国大陆的阅兵啊，其实无论你是远的要命的国家，或者是小到看不见的国家，其实到了中国大陆，你的元首都会受到元首级的待遇，不会大小眼，会大小眼的只有美国。所以为什么我这样子研判川普只是说说而已？因为那个时候中国大陆那个有关于这一些元首的来来往往，那其实都要耗费非常多的精力，其实没空搭理这个川普，那川普也不愿意，那当个配角而已。至于我们看到马斯克为什么这么有底气要成立美国党啊，然后说其实真正的理由现在出现了，就是 SpaceX 的问题。那 SpaceX 呢，其实我们之前有讲到星盾，其实星盾呢，这个是马斯克的那个 SpaceX 它可以做的，也就是它可以做地球观测，什么观测都可以做，红外线也可以，那可见光也可以。那另外呢，它还可以做通讯的部分，也就是 Starlink 的部分啊。它还最重要的，它可以代管啊，也就是我可以帮你代管。它凭什么代管？也就是说，它其实帮你设计了，所以它才可以代管。所以川普你找不到其他的国家，你找不到其他的公司啊，但是其他的国家你可以找到，其实也就是中国大陆可以，可是你不敢嘛？为什么？因为其实我们看到这个金琼计划，他们其实除了太空遥测之外，另外的也就是卫星与卫星间的争斗。那我们这边所看到的，它可以用无线电的干扰啊，或直接的使用动能击杀，甚至使用雷射啊，这林林总总，其实美国不断的在太空进行军事化的动作。那这一颗卫星呢，其实是中国大陆的实践26号卫星。那为什么可以这么近的拍到？为什么 Maxar 会有这张照片？因为美国的卫星不断的变轨拍下来的。那其实呢，我们这样去讲，觉得美国好棒棒啊，并没有。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
马上来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前立委李胜峰，早上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前大使谢文吉，在先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前海军舰长吕礼诗，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赖清德是不是还在状况外哦？现在什么节骨眼？现在各国都在关注着说这个美国对于各国的一些关税嘛。可是呢，赖清德啊还在跟欧洲议员讲说，哎呀，我们是跟你们一样啊，都有受到外部渗透的威胁哦。近年来呢，就是因为一些外部势力的这种讯息干扰跟渗透哦，那试图要操弄民主选举的结果，来制造社会对立，甚至动摇人民跟民主的信心。所以网友就酸他啊，说可是欧洲也宁愿跟中国建交，也不愿意跟台湾啊。还有这个党内共谍要不要先处理哦？再者，你讲的这些话，操弄民主选举结果，制造社会对立，不正是民进党现在正在做的大罢免吗？那你怎么讲的好像变成你是受害者似的？再来，他还提到了说，哦，因为跟这个爱尔兰国会的访问团见面，说我们要一起打造绯红供应链啊。可是人家像欧洲哦，这个很积极的在跟中国大陆在做往来，而且黄仁勋也说啊，这个中国市场是独一无二、难以取代的。那你看看现在青鸟就开始对黄仁勋不太开心了，因为这次黄仁勋去到了北京，那就是又讲说自己是中国人，又穿了唐装，然后又用中文来发表这个演说。现在青鸟开始出征黄仁勋了。就讲说，你看到川普就穿西装，去中国就穿唐装，来到了台湾遇到蔡总统，竟然就穿个皮夹克，典型的呢就是商业上的采衣娱亲，这样子在骂黄仁勋哦。那但是黄仁勋也已经告诉你说，现在是不太可能有这种绯红供应链，甚至连美国都不需要做这个绯红供应链呢，因为美国什么都要自己制造，也是不切实际的一个做法。可是赖清德还在另一个时空，还在坚持绯红供应链呢。那在脸书上面，他的发文呢，又是这样子的一个图片式的，台湾跟欧洲在一起，然后又是民主，又是和平，又为了繁荣啊。那底下只有这个绿营一个蓝勾勾按赞呢，可是网友的吐槽是一大堆，就说你继续演吧，灾民还在水里嘞，还在看你这个赖导演戏嘞。你有带这个欧洲议会的议员一起参观一下赖皮寮吗？有去台南看一看淹水的灾情吗？啊，你是不用救灾吗？每天在那边摆拍哦，这才是民众真实的声音。赖清德听不见吗？你偶尔去看看自己脸书下面到底被洗版洗成什么样吧。现在真的这个骂赖清德的这种留言非常的多。那另外看到了这个台湾目前这关税的问题，已经是造成了一些在市场上面哦，甚至制造业的一些问题产生了，开始有的放无薪假，开始有的在裁员了。比方说这个本土家具品牌嘎股，它现在无预警停业。员工被迫要放无薪假，然后客户付订都没有收到货啊。那这个看起来北欧家具工厂，它本来是卖了一些沙发、床垫、餐桌，脸书上面有23万的粉丝追踪哦。那员工就爆料，因为公司短期资金困难，连续7个月的薪水发不出来，直接宣布停业3个月。你看7个月倒回去哦，就是从今年开始。这个川普上任以来就已经出现了这个经营上面的问题哦，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川普就开始要搞乱全世界，要这样子用关税的方式啊来对付全球，而我们是没有任何应对措施啊，都是让这些中小企业自己来面临承担的。那受害的消费者讲说，他订购的家具大概10万块钱，已经付了定金7万元，那表定是7月28号要到货，8月1号要准备要住到新房子去了。可是现在跟员工一样错愕，台湾受到关税冲击哦，倒闭潮恐怕会更严重，而且我们今年以来的这一个税率哦，应该是说汇率啊，我们的汇率这个不断在提升，所以只要是出口的，在做这些国际往来的这些厂商，其实都是汇损非常的严重哦。那我们看在昨天呢，其实有这个行动联盟啊，他们有500名劳工去包围了行政院，控诉政府啊，你不应该把劳工的工作权当作谈判的祭品啊。那包含了像是汽车业啊、制造业啊，然后机械业的这些零组件的这些员工哦，他们都已经受到直接的冲击了。但是政府都只会找一些国师来跟大家讲说，哎呀，我们这很好啊，接下来买车便宜啊，接下来这个美国车进来的话，你可以限
线省多少钱，都是报喜不报忧，都不管真的受创的这些老百姓哦，这些员工、劳工们，他们接下来工作该怎么办？因此呢，你看这个派出来的经贸谈判代表来跟劳工对话，又是个什么德性啊？我们来听听。我绝对会把各位今天所表达的意见、建议、关切带回去给所有的这个团队的成员，还有相关的部会。张黄代表的意思是说，他只代表协商团队，但重点是，我们今天要的是什么？行政院找我们，跟我们劳工直接对话，对不对？对。讲难听一点，我们就是被。这一口气吗？对，劳工不再是民进党心中最软的一块，而是被遗忘的那一块，就跟灾民是一样的。民进党现在什么最重要？726大罢免最重要，所以大罢免之前，灾情我不要看，你劳工什么关税受影响，那是你家的事情。所以呢，反正只要把这一个关税拖到726，我把你们这些人罢免完之后，什么都好了。那我们看到了旅美教授翁履中就讲说现在不要有这个过度幻想，台湾总是幻想自己很受宠，是这个美国的这个台美坚若磐石的朋友。可是呢，你看看这个美日菲的协议藏着玄机哦。我们的税率很可能是落在15%到25%之间，甚至有更多人估计是会像我们之前的这样的税率，可能是32%哦。所以并不能够想得太乐观，因为产业界已经反映出来非常多的问题，再加上现在的汇率问题，但是政府并没有要处理呀。那我们看到了这个国民党投书到日本的媒体就讲说赖清德搞极端政治。那他这个为了要反制绿营的罢免所以向日经亚洲英文投书台湾的民粹主义过度扩张，然后日益成为区域安全的风险质疑沦为这个罢免沦为民进党政治报复的工具。那民进党呢是讲说，你这个告洋状，这是在为中国说话，不知道为什么就变成为中国说话。反正反对民进党的人就是中共同路人，反对民进党的人就不配留在台湾。现在可能民进党要这么样的做大嘛，但是谁才是真正操控媒体的背后引武者呢？我们都知道，这个现在其实民进党才是掌握媒体的最大宗那罢免投票，现在这国际媒体也是高度关注路透社在讲说呢，这个中共挺国民党的罢免攻势所以开始在国际之间，甚至已经有这样的舆论战开始出现了。根据外媒调查指出，说中共利用舆论助攻国民党反罢免的趋势相当明显。中国的官媒还有附属平台近期频繁的以影音公示评论来指控赖清德滥用民主工具打击在野势力是真的是这样子吗？这是事实吗？还是说这也是另外一场舆论战、认知战呢？我们来问一下盛峰哥怎么看？民进党打击在野是假的吗？民进党发动大罢免，要一人当道，变成独裁，把民主的制衡、把在野的监督干掉，是假的吗？路透社你目睭去喇叭去勾起来了，那全世界都看到的是，这还是要中共宣传吗？我天天在这里宣传，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天天在这里讲，路透社你是目睭对得起，或是拿了业配了？我严重怀疑你是拿了业配，不需要中共讲，全台湾大家都这样讲，除了搞罢免的民进党以外。第二个，现在还在搞大内宣，接见了一个爱尔兰，就是欧洲代表团，我不知道是代表欧洲谁了一个爱尔兰，然后讲，其实你那些话对欧洲没有影响，对两岸没有影响，对台湾也没有影响。为什么？因为渗透有什么好说的？美国早就渗透到欧洲去了，或者维基解密讲的，那这个梅克尔的电话是谁在监听的？是美国在监听的啊。对，赖清德你怎么说呢？你是控告美国啊，是吧？好，再过来讲渗透，我们的媒体说党政军退出媒体，现在立媒当家，学校立营进到校园，我们的网络平台多少的侧翼，我们的通信自由，我们的通信安全，只要跟你不同的电话拿起来，我们第一件事先喊赖清德万岁，然后再说谢大使你好。不然怎么办呢？有没有人不担心你的电话是被窃听的？所以你在国外
你在那外国人的面前，不要说别人告洋状，你那个穷我不也是告洋状吗？啊，国民党告洋状还得发个信，你告洋状就直接告了，而且告了谁？还告了小咖，还告了欧洲的爱尔兰，他能代表欧洲什么东西？算了，别扯了。然后再来看中美的贸易谈判是黑幕、黑箱、是黑洞啊。所谓的黑洞是我们不晓得将要耗费多少啊，是吧？黑幕到现在你知道我们在谈什么项目吗？黑箱谈的是什么样的结果？没有人知道，但是我知道是什么事。我们是以出口导向的台湾，现在面对的很明显了，台币升值了，台币是绝对不利出口啊，对，关税一定会被加啊。你看出口的为主的台币被升值，关税再叠加，这个时候厂商要的是说政府啊，按那边安怎，两个都已经压在肩膀上了呢，我该怎么办呢？请你教我。他没有，他现在还在搞大外宣，还在搞这些鬼扯淡呢。这个我们就是看的实在是这个政府啊，真的生鸡两个无放鸡仔一大堆啊，该做的事没有。那不要气了，气了也没用，我讲的这么生气也没有用，只有一条路，还有机会。726反罢免，726不同意，把它投下去，安内哦，台湾才稍微有机会了。好，来文杰老师。我觉得赖清德跟这个欧洲的议员讲这些话，他第一个完全不了解欧洲对民主的看法。这个什么叫做外部渗透？在欧洲来讲呢，他们社会都是开放的，完全开放的。各种讯息也是开放的，没有什么渗透不渗透的。那它是一个强调透明化的社会，没有什么这个东西可以说，那个东西不能说，这个讯息不能流传，那个讯息就要被管制。政府没有那个权利，而且政府也不能随便说你被人家渗透，你只能说有间谍活动，那个是违法的，可是没有什么渗透不渗透的，社会就是开放的，社会就是不设限的，不能说你这个你要最后这个讯息会不会被接受是人民来决定的，不是你政府在里面决定过滤的，所以他这个是自曝其短，他这个人根本就不了解什么叫民主。更不了解人家西方人的社会是怎么看这些问题的，这些讯息、这些选择，人民的讯息跟选择是没有上限的，统治者是不能够说这些你可以得到，那些不能得到的。所以他说外部渗透，我想欧洲人根本听不懂什么叫外部渗透。欧洲连难民都可以进来了，都是开放式的一种社会，没有什么渗透不渗透这个概念，这个是一个戒严的心态。所以赖清德这个还在戒严时代，或者他很想戒严，所以他想控制这个讯息的流通，他想控制怎么样？控制人民知的权利，所以他才会讲很多讯息来。那你说这个有人在这个操弄民主选举的结果，那你就从法律去办啊，对，你就法律你找证据你就去办，对，你如果说外国人不能够去干涉你的国内政治的话，那你就找几个例子你来办。到底什么台湾以外的有什么干涉？你有收钱吗？你有或者说你或者有串联吗？你就办啊，对啊，这都可以办的。有这个例子吗？一个都没有抓到，也没有。那所以就变成就是说，另外还有他说要什么要什么这个打造非鸿科技供应链，这是很奇怪的。欧洲人跟中国大陆做的生意还没有台湾跟欧洲做的，台湾跟大陆做的多了。对，以比重来讲的话，台湾最大的贸易伙伴是中国大陆，然后我们跟贸易量最大是跟中国大陆，跟欧洲贸易量不足跟中国大陆。那你跟欧洲人讲说打造非鸿供应链，人家爱尔兰说我跟大陆的贸易额只有你台湾的1/10都不到，你跟我讲什么打造非鸿供应链？所以我觉得赖清德的知识水平这个是非常的低，尤其对于外面的世界怎么看这个两岸关系，怎么看台湾，怎么看一些台湾作为，他完完全全活在自己想象的世界里面。所以我觉得他这种人去接见外宾应该是怎么样，只会让人家会觉得瞠目结舌，你怎么会这种水准，还跟他讲这些事情，自己不好好反省一下。你要搞你的社会什么讯息控制吗？这是不民主的。
你要断红色供应链，那你就自己不要跟中国大陆做生意。人家欧洲人要赚钱，你能管得到人家吗？对，好，来文件长。有关于非红供应链的问题啊，应该要去问美国的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他为什么要开放中国大陆无人机的组件输往美国，但是他也买不到，为什么？因为中国大陆先一步，第一个，他将这一个最重要的关键零组件，无论是 Gyro 或者是相关的一个它的一个感测的装置，通通都禁止输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封掉台湾有关于经纬，还有中科院，还有这个有关于汉翔的部分，也就是你想绕道，然后获得这一个稀土也不可能。那至于说啊，刚刚盛峰老师特别提到了一个，也就是路透社它可不可能接受业配呢？当然我们这样讲，它实际上收钱的可能是不大的，但是呢，因为它配合着那个民进党政府做，所以它可以看到一般媒体看不到的东西，它可以先发布所谓的独家。所以我们经常看到，为什么国内的新闻不是由国内的记者先发现这个独家，而是从路透社、从各种国际媒体来出现，因为就是这个缘故。那至于说其实我们想一想啊，如果说大家有看这一些除了 TVBS 的节目之外，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啊，你看各台的时候，他们的你不觉得他们的题目前前后后倒来倒去，不同的人讨论，但是都是一样的题目。然后他们既然经过不同的人那个做脑力激荡之后，竟然也会得出一样的结果啊？为什么？因为其实啊，他们实际上都是网军啊。那也就是呢，这个府院党经过了一个政策研拟之后，舆情分析，然后侧翼的网军会来贴文，然后透过这个中央厨房的运作呢，进入到了各个的层面，无论是大家使用的像现在的Trey啊，虽然这上面没有啊，但是Trey现在反而是青鸟最爱使用的。那另外呢，我们看到使用这些平台不断的，也就是来诉说国民党到底怎么样了。不过我们必须强调啊，如果这一个星期六，大家你不愿意站出来，对不起，民进党政府透过这样的运作，你以后再也站不出来。为什么？因为愿意讲话的人，全部通通要不就被罢免，要不就受到了这些寒蝉效应，或者是沉默螺旋，再也不敢讲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州马上回来。